这次的年度10大精英评选，您不仅是最年轻的一位，也是唯一上榜的法律从业者。去年的凉茶商标侵权案件在业内造成了很大的反响。今年代理的游戏公司莫里斯和若美的互诉抄袭案件也备受瞩目。你能分享一下你印象最深的一次胜诉吗？其实从选择法律到现在已经有11年了。最开始我在学校的时候，也觉得律师就是行侠仗义的侠客。可是后来发现，其实我们只是法律的守门人。正是因为有了法律，所以社会上的公平和正义才得以实现。所以对于我来说，法治的进步其实就是我们做律师最大的胜诉。听说您从业后一直都是单身啊，您打算什么时候来一场感情上的胜诉呢？咱们这个问题能不能稍微换一下？为什么要换？陆律师，光和稿子我都给你对好了，我上去拿资料。这儿收音不太好，你能不能帮我们举一下收音杆？我也是律师，我很忙的。律师助理，谁是你老板？你比我忙吗？那么我们开始吧。恭喜陆律师获得年度10大青年精英的评选。这次的年度10大精英的评选，您不仅是最年轻的一位，也是唯一上榜的法律从业者。去年的凉茶商标侵权案件在业内引起了很大的关注。下去。我是1等奖。恭喜法学院的陆巡同学以全市第1的分数拿到特等奖奖学金。是刚开学呢，瞧嘴瞧。那时的我对未来充满雄心壮志。在我的计划里，第1年进学生会和辩论队，第2年评上市3好，第3年国际普刊论文发表，第4年红圈律所实习，考研成功，步步晋升。11年后成为2级合伙人，唯独没想到11年后再给他当助理，月薪还不如他的时薪高。老爹，你开开眼吧。钱维，你还愣着干什么呢？脱下来啊！好，脱什么？你这个戒指干扰收音，陆律师让你脱下来。摘不就行了？只要回到11年前，我就可以改变人生，重新来过。不好意思，你们继续。那我们继续。听说您从业后一直都是单身啊？当然，那你打算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。感情上的胜诉呢？
哎，吴律师啊，哎，天翼工厂集体索赔案的代理权到现在也没有拿下来，我建议啊，让陆巡介入吧。等一下，我不建议你的建议，因为我对你这个建议有一点点意见。他呢，还是有一点点稚嫩。莫里斯被诉抄袭案，记者呀都盯着他呢。陆巡现在出门被记者堵的，寻路都费劲。最主要的是，他团队的魏律师刚刚辞职不干，所以我建议的建议就是先让他解决掉自己手头的工作，再去做其他的工作。希望大家没有什么意见啊。我们已经递交了决定性的证据给法院，魏律师走或不走，我都能赢。不过吴律师，你可别让你到手的鸭子煮熟了又泡了。什么意思？我听说天翼工厂的人已经开始走私下和解的路了。放心吧，好好做你的手工，万一有一天不当律师了，还能有个副业。不好意思啊，你们先开个会，我有事情要处理一下。吴邪啊，我说你啊，你提醒吴律师啊，本来说是好意，但是说话的态度能不能 nice 点？等我什么时候输了官司，我可能会考虑 nice 一点。啊，那还是算了。维权官司我就从来都没有输过，莫里斯的案子你也不需要操心，交给我，法院鉴定完证物就会有回复。好。再说一点啊，这个季度的财务报告呢，比上个季度呢下滑了不少。各位把手中的援助指标啊都先放一放，把高标额的案源呢注意推进。我们接着开会来。这几个项目加在一块有5个亿，谁但凡好点心让我参与一下，那我下半年就能实现出租车自由了。你要自由是吧？我要自由有什么用呢？是不是？助理的时间就是老板的时间，老板的快乐就是助理的快乐。老板，你要是想坐飞机的话，我就去学开飞机；你要是想吃扯面的话，我就去新东方。总之，我就是该努力再努力，实现老板全方位的自由。你们早饭。进。老板，不行，我什么都没说呢。一般以这种称呼开头的时候，都没什么好事。你先听我说啊，看啊，这个莫里斯啊，我这么努力的加班加点，进进出出的取证，眼睁着这就要胜诉了，正好今年是我进战营给你当助理的第4年，我就觉得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，我们是不是得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庆祝一下？比如说加薪。所以我在想，这次律师费吧，我们可不可以就是明白？啊，不行。不是你这个人有没有良心啊？再怎么说，咱俩也大学同学了4年，这些年我虽然一直给你当助理，但是论实力，大家有目共睹。论心力，你看看我这发际线都移到什么地方了？我头发一把一把的掉，人家后进公司的那几个00后，他们都升职涨薪了。00后都拿到律师执业证了，你看你呢？法考过了吗？你法考都没过，你还好意思跑过来跟我提加薪？不是我真的，以前说我不懂事，我现在长大了，我真的我改变了。行，那你现在长大了，我的费用1个小时5000，还有事吗？没事，慢慢的见。接进来。喂，你好。就
就知道欺负我！你这个黑心老板，10年河东10年河西，看我有一天不把你那该死的计时器摔你脸上！钱伟，跟我去一趟法院，现在。啊？怎么可能啊！莫里斯的例会是3月1号我亲自领取和检验的，鉴定书也一起交给你们的，怎么可能是假的？这是你们当庭提供新的证据以后，对方申请的新的司法鉴定结果。提交的人物例会稿和原鉴定书不匹配。我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保管的证物。你是一个成熟的律师，怎么会犯这种低级的错？鉴定结果我也会告知若美的律师。如果无法提交后续的补充证据，你们要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。不可能啊！那天公文包一直没离开过我，而且你也在啊。你别着急，我们回去再想想。知道了，谢谢。钱小姐，门口有你的快递。终于拆了。怎么了？每年秋天的时候，这条路上就会铺满好多落叶。那个时候我们忙着吵架，从来没有停下来欣赏过。现在重围也没有了，你也要走了。你别难过了，我最多走3、4年。到时候回来，我会赚很多很多的钱，一切都会好的。今晚8点，别忘了。喂，老板。夏薇，你今天有1天的外勤任务要跑，如果现在你没有出现在地铁上，半个小时之后，我就开始扣你的工时费。哎呀，老板，你是不是忘了我提前1个月就请假了？我今天有点私事儿。是吗？那莫里斯的证物，我要不让别的实习律师去拿吧？律师费的分成就……你这么说也没有办法改变任何事情啊！我这个人就不是这样的人，这个金钱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，好吧？有多高？本来我还想着从今天开始，你的打车费由我来报销。对不起，老板，我现在马上出门，再见。先去莫里斯拿一下人物例会的原稿跟鉴定书。上午有一个手机专利侵权案开庭，对于莫里斯案的策略和日后反诉都有参考价值。你去旁听，做一下开庭记录。哎，好，把2个案子做一下对比，我一会儿就去啊。整理出证据以后发给我。
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然后顺便还有3个合同的修订，必须在下班之前完成。喂，陆雪，我什么时候才能不加班啊？等我有女朋友的时候。行，合同还有开庭记录，还有案件的对比，我都已经发给你。证据我也拿到手里了。根据人物例会的那个原稿，鉴定结果呢，这批人物应该是在8年前创作的。我觉得问题不大。我们就按照原来的计划，到时候直接在当庭提交。打入每一个措手不及，应该就没有问题了。那个老爸，我呢就是好好说话。哎呀，工作生活两不误嘛，我就提前1个月就跟你说好了的。这样，你先让我把我自己的事情处理完，等处理好了之后，我就直接带着证据立马找回律所，然后我就全身心的投入工作，这个浑身都充满了奋斗的感觉，好吗？可以。这个人怎么了？被鬼附身了，还是吃错药了？这平常怎么可能放我啊？李崇文这次回国担任了 AES 的法务总监 ，AES 给足了面子，邀请了很多上级的命令。你呢？处理私事之余，我建议你多带几张空白的合同过去。毕竟今年你的案源量又是年底。好自为之。您说的对，那我就先去了，再见。果然，反派这种人物不配拥有良心。真的就通融一下，我就进去找一个人，我现在要真的去换鞋的话，肯定来回。这是规定，你第一次来正式场合啊？我知道是正式场合，但是我现在不是特别着急进去找人。这是规定。钱维，好久不见啊！好久不见。你好，这位是我的客人。必须郑重，说了这是规定。没关系，这样吧，你先进去，我去附近看看，找个商场。规定是吧？好。喂，开开。春文，你还没到吗？蓝总等着你呢。我已经到了，我在门口，但是遇到点麻烦。好，来。喂，哦，好，我知道了。李总监，不好意思啊，请进。别了吧，这样好像不太合适啊。其实这个聚会只参加一次，真的没有必要为了他花这么大的价钱买一双鞋的。你还是跟以前一样啊，还是不喜欢穿高跟鞋。你倒是确实变了很多。有吗？崇文，啊，你怎么还不去后台啊？蓝总都在催了。没看我在忙着吗？他有什么事情台上宣布就好了。没关系，你先去，我自己可以。你别难为我呀。他是陆巡占用律师团的。哎，你好，我叫钱维，那个我负责民事比较多。您是就是婚姻纠纷啊，还是财产纠纷，还是您出了车祸啊？李崇文，你到底在想什么？今天晚上来了这么多集团的投资人和股东，你带战鹰的人来，你让蓝总怎么想？今晚她只是我的女伴，蓝总有什么事情，等着结束之后再说。那你去和蓝总解释吧。不是这个蓝总是谁啊？我之前没听你说过，他跟战鹰是有什么过节吗？
就是我一个领导。这身鞋很合适你啊。以后你要多跟我参加这样的晚宴，慢慢穿着就习惯了。他们来这儿搜手是可以接到案源吗？你要是喜欢，我可以给你介绍。来，我帮你拿，你吃吧，我帮你拿，没事。没事，我其实自己可以。可是给我，我是不是那里面是证物。学长不是委托方，也不是律师，不太方便吧？陆贤，还没恭喜你升任战鹰的2级合伙人，就在这儿见到吧。听说原告方若美也出席了这个晚宴，那我应该来一下。哎，我是不是不应该来？哎，没有，我的包自己拿就行，哪能老板给我拿包呢？你们聊。行。哎，你这领带，你也知道，我的领带一般都是助理给我系的。从今天早上到晚上，我助理都太忙了，连律所半步都没踏进来。你说我无不无助啊？听说莫里斯和若美的案子马上就要1审了，陆跑这么气定神闲，看来是胜券在握了。那是肯定的。这个案件，事实跟证据链我都已经掌握得非常清楚。我接诉讼也是有前提的，我跟学长您不一样，我会挑人。是，无论孰是孰非嘛，双方都有权利用法律去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，这是老师教我们入行的第一课。虽然每个律师都想当一个正义骑士，但是谁管像我们这样的法务呢，对吧？那个老板，你是不是饿了？我听说就是饿的时候心情容易特别不稳定，要不就是歇一会儿，先吃啊。那个就是 AES 集团创始人的千金，现任 CEO 蓝河，他呢刚忙完，跟李崇文一块从国外回到国内。离开故土4年了，终于回来了。今晚到场的都是我们 AES 的老朋友，所以我先在这儿感谢大家。我今天要分享一个好消息给大家，我们 AES 集团顺利的并购了新兴游戏公司若美。这件事情呢，也弥补了我们集团在游戏方面的一些空缺。大家现在可能有一些疑问，就是觉得若美刚刚展开的起诉莫里斯侵权抄袭一案，我已经为若美找到了最强大的军师，我们 AES 的新任法务总监李崇文先生。以后请大家多多指教。想必大家有所不知，今晚呢，莫里斯聘请的律师崇文的同门学弟学妹也到了现场，这应该是示好之意吧。如果莫里斯愿意公开道歉，并且让出2%的股份，就没有必要对簿公堂了吧？二位觉得呢 ？AES 的官司几乎没有输过。就是啊，为什么战鹰的律师今天会来这儿啊？就是啊，他们怎么会来？我是你老板，我来吧。大家好，我是莫里斯案件的主办律师陆巡。5年前，若美推出的第1款游戏因为过度借鉴，被国外的公司控告抄袭。这5年期间呢，若美被告了1次又1次，名声反而越来越小，出游戏的速度反而越来越快。
但是这一次呢，若美反将一军，我也并不诧异，因为若美的创始股东曾经说过了这样的一句话：借鉴就是为了更好的超越。你说多么的厚颜无耻！陆轩，你这涉嫌诽谤啊！你可以发一个律师函，给一个律师试一下。我陆巡接手的每一个案子，全部都问心无愧。我接过的每一个案子，从来就没有输过。这一次也不会。你说过，我的利益永远在第一位。我也说过了，你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能牵扯到他。钱伟，这是我跟钱维的事儿，请你把手放开。我是他老板。给我2分钟。今天晚上这纯属意外。我本来想让你陪我一起庆祝升职，但没想到陆巡他会来，而且他激怒了蓝鹤，蓝鹤才把那一系列事情全部都说出来了。我和蓝鹤真的只是工作关系。以若美的估值的话 ，AES 的收购计划应该在2年前就已经开始进行了。我每周都给你通电话，你也知道我接了莫里斯的案子，可是你从来没有告诉我你在给若美出谋划策。我以为你跟我一样是念旧以前的感情。所以说白了，你就是在套我的信息呗。难怪啊，我们每一次的策略，我们每一次的证据链都会被对方摸得清清楚楚的。你说的我们，是指你和陆巡吗？我和你才是我们。这么多年，我这么努力，为了什么？就为了能够在你身边。现在我实现了，我回到你身边了，这还不够吗？你都已经利用我利用成这样了，你还在跟我这儿聊什么我吗？哎，那我想问一下李总监，我手里的这个证据，如果能帮你赢了这个案子的话，蓝总会给你什么？让你飞黄腾达、功成名就，啊，实现你所谓的梦想。说话呀！我是 AES 的法务 ，AES 收购什么样的公司由不得我。现在在我脑子里，我现在就是想的，怎么能够给你带来好的生活，怎么能够永远跟你在一起。你之前说想做一个好的律师，好，毕业之后不考研了，我陪着你接案子，开了重委。你现在一个由不得你，你就让我放弃我自己的事业？钱薇，咱们公是公，私是私，行吗？啊，这件事情没你想的那么严重。你要法考过不了，你这个事业就没有上升的机会。你拿个月薪6000块钱的工作，换一个市值上亿的股份，为什么不换？啊？为什么不换呢？这个本来就是属于我们的，属于你和我的。你现在就是这个案子的一个助理。助理怎么了？将来也是律师啊！2分钟已经到了，超时了。
如果你还想跟我的助理继续谈话的话，下次请提前跟我约，但最好在莫里斯的案子胜诉之后。有件事情最好今天理清楚。从此以后，我们就是你跟蓝河，还有就是我跟陆璇。我怎么不知道？我是说工作上。啊，工作上。全压人是不是？你觉得当场在那买鞋，你觉得你自己很酷吗？啊，买鞋是不是？你说我本来就不喜欢高跟鞋。我是让你擦擦包，里面有证物。你是人吗？我跟了你4年，你能不能当着我前男友面当一次人啊？你保证我不保我？我跟你说，我在里边就是淹死了，被电死了，我换成鬼我就来找你。我是你老板，又不是你男朋友，轮不到我去。复合的小火苗烧得热烈不？凉了，跟陆巡一起加班到死吧。算了，觉得你还是别太伤心了。毕竟明天还要加班。我一点都不伤心，跟了你这么多年，我早就变铁石心肠。喂，你还是人吗？我都已经这么惨了，你还让我给你刷鞋？我是让你穿上。我不用，我一会儿上。新买的。你有这么好心啊？你别误会，万一你的脚扎伤了感染怎么办？算工伤。我这是在降低赔偿的风险。谢谢老板。魏律师，要不要一起走啊？还能拼个车。我还有个材料整理，估计今晚要睡律所了。哦，好，那我先走了，你辛苦啊。哎，好嘞。我知道李从文在接手若买的时候就说了，让钱维离开这个案子。你让我怎么不细究其中的可能性？我很了解钱维，他在工作的时候不可能背叛我。律所的监控过去被清，没有证据，你拿什么相信？你现在能证明是魏律师在辞职之前从保险柜里偷的吗？魏律师已经离职半个月了，人在哪里？你还能找到吗？告诉我，原本一个胜券在握的案子，现在可好，输定了。我跟你说，
任何事情都有多种解决方案。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也不可能绕过游戏页面和人物设定的原传之轨道。那我就去找新的证据，最后一定我来担保。陆巡啊，你怎么这么犟呢？啊，那你告诉我，你说到最后到底是哪年哪月哪一天？告诉我。你身为律师，你应该清楚的知道，一旦进入到二审，法院很有可能冻结莫里斯的一切资产啊！一个官司啊，你可以打3年，委托方能挡得起3年吗？关键性的证物丢失啊！你让战英怎么向莫里斯交代？怎么向律协交代？那就不用他们交代，我是主办律师，所有的责任、所有的后果我来承担。陆巡，就算你愿意承担，可是你承担得起吗？战英可没办法承担一个丧失客户信任的合伙人。进来。开庭之前没有保管好、校正好政务是我的不对，辞职是应该的。但是陶主任，我绝对没有做违背律师道德的事情。我是你老板，我没让你辞职，你就不能走。我只是一个没通过法考的律师助理，两权相害取其轻。对不起啊，你应该找一个更好的助理。你说你吼什么吼？你吼我就算了，你当事人听见他什么心情？你不考虑人家的感受？这么大一个办公室，你以为人都听不见呢？我怎么知道他在门外面？那你吼那么大声，他能听不见吗？行，我不跟你讲了，我走啊！你走什么？这你的办公室。哦，对，我走。这可是我在西藏旅行的时候，那导游推荐给我的，而且花了好多钱。他说，只要你人生不如意的时候，转动这个小轮儿，就能扭转乾坤。骗人，哪有什么扭转乾坤啊？那可不一定。戒指有可能是假的，老爸一直在你身边，那可是真的。我好想你。你说我之前小的时候那么想成为一个成功的律师，可是现在呢？我还想替别人解决困难，结果现在这些烂事全都在我身上，谁都帮不了我。我女儿那么强大，还需要别人帮啊？工作没了，就换一个；男朋友分手了，就再找一个。大不了从头再来，啊？怎么再从头再来？我都已经28岁了，我怎么逆转？可是我现在律师证也没有，然后当个律师助理，还把人家证物给弄丢了。
觉得你说我要是那时候我好好学习，我没招惹陆兄，然后我多陪陪你，是不是？你会陪着我一起去做。